弱者才会追求公平，强者要的是特权。嗨，我是内功喵，如果你还没按下订阅的话，快点按下订阅哦。Hello guys， 我是 Neko 乌喵，欢迎回来每个星期二晚上的说书时间。最近几年毒鸡汤越来越流行，像是别害怕别人怎么看你，因为根本没有人看你。生活会苦一阵子，适应之后会苦一辈子。走在成功的道路上，才知道别人都是搭高铁。谁说钱买不到自由？老板就买到你的。笑到都流眼泪了呢。大家喜欢毒鸡汤的理由，一来除了是干话很吸引人，带了一点厌世和反讽的幽默以外，另一个原因是他说出了不得不面对的实话。对岸推出了很多毒鸡汤，我觉得用料过猛。下次我可以再来好好分享一下为什么我不喜欢用料过猛的鸡汤们。不过今天这本功劳只有你记得，老板谢过就忘了，是台湾作者黄大米撰写的新书。其实一开始吸引我在书店拿起这本书的原因，是下方的推荐名单居然有侯文咏和陈从明。在我的认知，这两个人应该是八竿子打不着。理论上，出版社会找推荐人都是跟书的内容有关，但侯文咏是文坛大佬兼落跑医生，而陈从明是纯股界很厉害的财经老师，这两个人挂名推荐同一本书，这到底是什么内容啊？好奇心的驱使下，我买了一本《人生实话故事大全》，因为这本书是用一个个故事举例作者的价值观，所以接下来我会举例书中几篇我自己很喜欢的故事，跟大家分享一些以前我觉得理所当然，看完书之后颠覆三观的好故事。让自己活在被命运眷顾的那一边是一种努力与实力。我们都知道人生而不平等，但有一件事情是绝对公平的，那就是时间。每个人都只有24小时，于是善用时间似乎变成是一种很厉害的特质，也让人误会在职场上实力指的就是努力与能力。能力好，能在短时间内大量产出；努力高，能在长时间内持续奋斗。问题是有多少能力好也很努力的孩子被当成工具人招来呼去当？所以先认清，人生这个战场注定是一场不公平的竞争。所谓的实力，还比两件事情：一，投胎。没错，投胎也是一种实力。天生就含着金汤匙出生，起跑线就是跟我们这些死老百姓不一样。光是生下来的被动收入，先天就多你5个零，怎么跟他玩啊？常常说3分天注定，7分靠打拼，剩下90分靠 Daddy。投胎当然也是实力的一种，这样想会比较舒服一点。高中的时候，我很羡慕我的一个同学，妈妈人在外地工作，放他一个人在台湾读书，他爱学什么就学什么，只是他都不想学。高中毕业直接出国念书，大学毕业后在大陆有一个度假村等着他去管理。我曾经很不解，为什么他对这一切很没动力？这样的机会根本是天掉下来耶！我就这样听他抱怨出国念书的事情，然后想着我爸要我放弃深造的希望。这就是人生，早点认清会比较快乐。后来我跟他没有联络了，但是辗转得知他后来没有过得想象中的那样好。投胎虽然是实力的一种，但不珍惜也是会滑落神坛的。第二，外表。其实每一本毒鸡汤都会讲到外表，毕竟面对现实吧，外表好看与否真的牵涉到很多好处，不论是工作上、情感上、人际关系上等等。提到改善外表这件事情，大家想到的第一个就是化妆。不论男女都还能接受彩妆品在脸上修饰瑕疵的作用性，问题是如果牵涉到医美整形，就好像犯了什么滔天大错，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之类的。周扬青被网友批评整形，他的名言就是：我用我自己的钱，在我自己的脸上动刀，花我自己的时间等待伤口痊愈，这些都是我自己承受的风险。关你什么事啊？让自己变得更好，这件事情是正向的。为什么大家都能接受化妆，但不能接受医美甚至是整形呢？多数人会觉得
化妆靠的是技术，会因为技巧高超而产生佩服感，但整形给人的感觉就像是作弊，从其貌不扬变成可圈可点，甚至是女神，靠作弊得来的好处太恶心，不值得推崇。不过，如果是火灾或是重大伤残的患者，靠着整形或是医美手术重新获得自信，活在阳光下，那又是另外一个故事咯。所以讨厌的关键点不是整形，而是被超越这件事。在电视购物很火热的那些个年代，有一位购物专家叫做思荣。对于一个长期要在电视上抛头露脸的主持人来说，有一张长相吸引人的脸蛋非常重要。但他当时的脸真的不是那种大家会喜欢的类型，所以他痛定思痛，决定去韩国削骨，也确实是更漂亮，而且更上镜头。最明显的是，它也卖得更好。我对这个故事印象太深刻，人长得漂亮才会好命。几年前我开始做说书的时候，留言区也常出现“你这张脸我真的看不下去，史上最丑的 YouTuber”。所以我开始练化妆，开始认真保养，痛定思痛做医美，在我的频道都可以找到影片哦。我真的觉得所谓的漂亮，不需要去追求一个极致的条件，至少面对镜子的时候，你要能爱上镜子里面的那个人。整形绝对不是必要，它跟化妆一样是一种方式跟手段，不是每个人都要用到这么极端的方法，也不需要去嫉妒那一些有钱有勇气去做这个选项的人，因为这个世界本来就不是公平的呀。与其一直靠腰，不如想办法解决问题，还比较实际。往好方向想，至少外表不平等这件事，我们还能靠外力解决问题，不是吗？没钱抽脂就运动啊，不然为什么我现在天天深蹲？了解自己，才能找到让自己眼睛发亮的工作。其实每次我说我从科技公司离职的时候，大家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好可惜哦。连我妈都反复跟我确认是否真的要离开公司长达半年。毕竟年薪能发20个月的公司真的不多了。但是那份工作真的是有点缺乏挑战性，到后期甚至已经是变成完全学不到的东西，也不是我想学的东西了。更惨的是，它是零升迁，进去就是等退休。对年轻人来说，这样的工作真的不健康。那时候我才2开头，应该有资格说自己年轻人吧？要挑到一份好工作，这份工作需要包含了一定程度的心灵层面满足度。简单来说，就是成就感啦、意义啦、兴趣啦，那个会让你眼神有光芒的事情。所以选择工作的时候，你需要先了解自己的个性，你是个什么样的人。可是人一旦过了中年，工作的选择就多了一份身不由己，有房贷，有小孩，上有老母，下有小强，全家上下连蚊子都靠你养，心灵支柱这一类的屁话没有办法帮你缴信用卡。这个时候你要认清楚职场的3大原则：一，完美工作不存在，再怎么喜欢的工作，也可能会遇到讨厌的人事物。想清楚这份工作你为什么喜欢它，以及你为什么要选择这间公司。同样的工作内容可能有很多不同的选择。有些人会说别为五斗米折腰，后面忘了说一句不用5斗，1斗我就感激涕零啦。这就是现实状况，你是来赚钱的，不是来交朋友的。2，老鸟福利多，媳妇熬成婆。其实就算你什么都不改变，别人看你的眼光也会变。一份工作只要待得够久，资历够深，别人就不太敢动你。更具体的是，年假和福利变多，你有更多的保外就医时间，也许更能够适应，甚至会出现转调的机会啊。3，职场赎身靠自己。在职场上最好的靠山就是靠爸。可是如果你爸只留2亿给你，失忆跟回忆，那你还是只能靠自己努力。也难怪财富自由这几年喊得大声，几乎每个做财富自由的频道都火热。这4个字都快变成邪教口号了。退路跟钱就是你的胆。当你有了存款，就能拥有多一份选择的自由。中年人的妥协不是软弱，而是前瞻后顾的责任感。所谓的大人
重要的评量基准是你敢不敢谈钱。其实我讨厌做 SOHO 最大的原因是我很讨厌提报价，因为我真的不知道要怎么跟对方谈钱。报价报的少，就是我破坏行情，而且我也会饿死，做的一肚子气。报价报的高，对方可能会觉得我是瞒天喊价，或是付不出来，我就没接到这次的案子了。我一直没有办法拿捏好这中间的界限到底在哪。每一个跟我接触过的 YouTuber 朋友，乃至我现在的老公大人，都跟我说，你要勇敢提高价格，厂商没付钱要勇敢去问。我觉得我很需要一个经纪人帮我。在这个时代，想要提高薪水，除了傻傻的等待调薪之外，还有几个很重要的因素。一、选择的重要性，一样是网页前端的工作，在服务业的薪水天花板就是26K， 到电商之后调整成32K， 进入科技业之后就是 36K。选择产业决定了起薪和整体的福利。一样是主管，量贩店的店长薪水大概就是5万到7万左右，可是科技业不用当到主管，一个工程师年薪就能破100了，这样你们懂那个感觉吗？二、谨慎选择跳槽的时间点，大部分人因为想要年终奖金，多数会留到年后才敢提离职。但是如果真的忍不住，书中建议可以从10月就开始丢履历，因为此时开出的缺往往都是急缺，公司迫切需要补充人力，但在此刻愿意跳槽的人又很少，竞争对手少，公司又要急需，这个时候谈薪水的空间就相对大很多。三、接下主管职缺，有些公司的主管位加薪真的没加多少，但是放长远来看的话，当过主管很容易在下一间公司也找到主管。另外，主管的薪水天花板相对的也比职员高出许多。如果有幸被挖角，主管的加薪幅度都是万把块在谈的，甚至直接谈到年薪的都有。所以不要害怕逃避责任吧，即使辛苦，我觉得都是值得的。以上是书中3篇我截录部分重点混搭我自己的经验分享给大家。当然我知道有些建议在平板化制度下不见得这么好达成，我也曾经有过当主管的机会，再让我重来一次，我应该会选择接下来挑战吧。不过如果我真的留在高雄当主管，现在就不会在这里跟你邂逅啦。所以人生这件事情真的很难说，工作只是生活中的一部分，千万别让工作变成你生活的全部。整体来说，这本书算是好阅读的，我只花了1个晚上的时间就看完了。故事轻松，而且很白话，几乎字字句句都是职权攻击，有些道理甚至我觉得不见得只有在职场适用，真的带给我很大的反思。从母亲节之后，我几乎都是天天哭着入睡的。然后我看到他写的这一句，哭音才会尽情的哭闹，成熟的人会想办法解决问题，直接赏了我2巴掌，止住我眼泪。哀怨自己命苦很简单，把自己变成受害者更简单。我开始觉得有能力的判断条件应该是在你遭遇困难想哭的时候，多快把眼泪擦干，并且把泪水拿来当养分灌溉给自己，这会是我接下来要努力的方向。让我们一起长大好吗？喜欢我的影片，请用订阅代替掌声，或者使用加入按钮，1个月75块钱，请我喝杯咖啡，支持我继续在这里分享一本好书给你，我会非常感谢你的。我们下个星期2晚上8点说书时间再见喽，大家拜拜呀！盖不到啊！看吧，与其一直抱怨空间回音很大，不如想办法在家里找其他地方光线好、气氛佳，然后尽量没有回音的地方拍摄，是不是呢？不过这样子，我那张古董椅到底该何去何从？卖掉吗？天哪！